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我真的哭死了，才一夜时间，程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前一天程毅在爱奇艺扫楼时，明明还特别开心，脸上都是淡淡的笑意，被果果们撩还会害羞到脸红，害羞到不知所措。晚上陪大家看剧时，他说起剧情也是特别自信，特别信心满满。他在剧里把每一个小细节都做到了，所以他相信只要认真看剧的人，肯定也能感受得到。他说观众是自己的老师，自己欢迎大家对他提出意见，他能从观众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但是如果都没有看剧就胡乱评价的，他也不会听。正是因为他的这一番言论，被网络上别有用心的人掐头去尾 P 图，造谣程毅教育观众，瞬间登上了热搜。一晚上网络上好多黑程毅的稿子，那些键盘侠不遗余力的批评抹黑程毅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一句话会对程毅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几年前的一场云歌会，程毅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被全网黑。在那以后，那个开朗的程毅便不在了，他变得沉默，变得不爱笑了。他关闭了他的心门，也许只有锁住自己的心门，才不会受伤吧。后面果果们用爱一点一点的温暖了程毅，告诉程毅他还有我们会一直陪着他，他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。果果们很宠程毅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果果们都会无条件支持他。就这样，曾经关闭心门的程毅，慢慢的对果果们敞开了心扉，他也在慢慢的变得开朗起来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曾经的那个爱笑的程毅终于要回来了。可是随着《富山海》的播出，有些人害怕程毅的剧太火了，影响到自己，就拼命的找黑点，哪怕不是真的 P 图也要让它变成真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程毅的剧火不了。如果能让程毅消失在娱乐圈，那就更好了。所以他们有组织的给程毅和富山海下黑水，而这些程毅他肯定都看到了。他不明白，明明他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也没有说错什么话，为什么这些人对他那么大的恶意？他只是想好好的拍戏，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和谁争过。这个行业不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吗？自己想到得到什么就努力去争取啊，为什么要靠这种手段呢？程毅的心里肯定特别难过，他心思那么细腻的一个人，他看到这些后，是不是晚上难过的睡不着？第二天在腾讯直播时，程毅肉眼可见的憔悴了，他的眼里没有了前一天的那种光了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心情不好，但是为了剧宣，他还一直在强颜欢笑。我们看到真的特别心疼，我们好不容易捂热了程毅的心，这一次他又要把自己藏起来了吗？我好想告诉他，这一次他不要怕，他是被我们爱着的人，我们会一直坚定地陪着他，永远都在他身后，只要他一回头，我们一直都在。有时候我真的宁愿程毅不上网，网络上的那些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不看也罢。他拍完戏就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。哪怕他休息时神隐，我们都看不到他都没关系，只要让我们知道他好好的就好。程毅从笑意到憔悴，他值得更多的温柔以待。在娱乐圈，流量与非议从来都是并存的。演员程毅这几年用作品与真诚一点点赢得观众的认可，可是风雨也从未放过他。就在短短一夜之间，他又一次被卷入风波，那些本不属于他的恶意，被人掐头去尾，断章取义，最终演变成一场舆论狂潮。有人说他变了，其实不是他变了，而是伤害太深，让他不得不收起了最初的单纯与笑意。前一夜的笑意，还记得在爱奇艺扫楼的那一天，程毅的状态很好，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和粉丝们互动时，甚至会被一句调侃弄得害羞到脸红。
他的害羞并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人设，而是真实的他那个内心单纯却又很认真对待别人的青年。晚上陪大家看剧时，他聊到剧情，眼里满是自信。他说自己在角色中下了很多功夫，每一个细节都尽力去打磨，相信只要观众认真看，就一定能感受到。这种从作品出发的自信，不是空洞的宣言，而是他作为演员的真心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把观众当作老师。他说自己欢迎意见，愿意从中学习进步。这样的谦逊与真诚，本应换来更多的掌声，可偏偏却被有心人利用，成为了攻击的借口。恶意的剪辑。第二天，网络上出现了被恶意剪辑的片段，原本是坦荡的交流，却被扭曲成所谓的教育观众。在碎片化传播的时代，真相往往比谣言跑得慢。于是，热搜刷屏，批评声一夜之间漫天而来。那些键盘侠们毫无顾忌地用言语抹黑、攻击。他们也许从未思考过，一个轻飘飘的字句会像锋利的刀一样割在一个敏感细腻的人心上。旧伤未愈。几年前的那场云歌会风波，程毅本就无辜，却被全网群嘲。那段时间，他几乎被黑到无法喘息。那个曾经在镜头前阳光开朗的男孩，渐渐变得沉默，学会了把自己藏起来。或许他明白，笑得越开朗，受到的伤害也越深。于是他关上心门，把自己锁在一个看似安全的世界里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再被轻易击垮。好在果果们一直没有放弃他，粉丝用爱一点点温暖他，让他重新相信舞台，相信镜头背后依旧有李婕妤守护。程毅也在慢慢改变，他开始尝试再次对外界敞开心扉，那些久违的笑意终于又回到了他的脸上。新剧与新的风暴。随着《富山海》的开播，本该是一个演员凭借作品获得掌声的时刻，却因为所谓的竞争与利益，再次变得复杂。有人担心他太火，于是开始无底线抹黑，哪怕没有黑点，也要硬生生造一个，哪怕是假的，也要 P 图捏造，目的就是把他推下舆论的深渊。这些手段并不新鲜，但每一次轮到程毅时，依旧让人心疼。他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却要承受超出常人的恶意。这个行业本该是百花齐放，凭作品说话，可现实却常常是踩一个抬另一个。细腻的心最怕伤害。程毅是个心思极细的人，看他在综艺里不善言辞，容易局促，就能猜到他对外界的声音有多敏感。或许别人随口的一句话，他都会在意很久。所以，当满屏的指责与冷嘲热讽涌来时，他一定很难受。那一夜，他可能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第二天，在腾讯的直播中，他的憔悴肉眼可见，眼里少了光，笑容里也多了勉强。明眼人都能看出他的心情不好。可是为了剧宣，他依旧在努力保持体面，不让团队为难，不让粉丝失望。这份隐忍更让人心疼。粉丝的守护，果果们心里明白，他一次次被伤害，却依旧选择留在荧幕前继续演戏。那是因为他热爱表演，热爱这个舞台。也正因如此，粉丝才更想守护他。他们想告诉程毅，你不是孤单的，我们一直都在。你不需要讨好所有人，因为有一群人会无条件爱你。就算全世界误解你，也还有我们站在你身边。正因为如此，粉丝宁愿他不上网。那些无谓的恶意，不看也罢。对程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，安心拍戏，过自己的日子。哪怕他选择神隐，粉丝们也愿意等，只要知道他过得好就够了。娱乐圈本就如同一场巨大的修罗场，有人被簇拥成光，也有人被淹没在影。程毅的经历
让人看到一个演员在光与影之间的挣扎。可是，真正的光不会因为乌云遮蔽而消失，它只是暂时被掩盖，但终会穿透阴霾。程毅的努力，他的认真，他在角色里付出的所有心血，终究会被懂得的人看到。那些短暂的流言蜚语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写在最后，或许程毅此刻又一次把自己关了起来，不愿再看网络上的风言风语。可这一次，他不是孤独的，无数果果们会坚定地站在他身后。他是被爱着的，是被守护着的。他不必惧怕风雨，因为他从未真正孤军奋战。哪怕他再一次受伤，也请他相信，总有人会接住他。只要他一回头，就会看到那片始终不离不弃的守护。程毅，一个敏感又坚韧的演员，值得这个世界更多的善意与温柔。